那么在赖清德出访之前呢，就传出消息说老共会搞一个什么利剑演习呢 ，ABC 等于第3次了而且一次比一次呢厉害好，那么这个国安人士说，1996年台海危机后最大规模的海上军事行动，这边是第1岛链，这边是第2岛链说呢他在西太平洋集结那这个是这个96年以后最大规模的军事行动等讲的哇活灵活现，又说什么有90艘这种这个军舰然后在这边出没，后来就是没有90嘛，只有50几60艘，其他的是那种海警船什么，根本不是军舰嘛而且国安高层说他们大陆要耗费70天部署，这规模很大，要花70天呢然后呢，张延廷前空军副司令说在讲什么？你太轻敌了，这跟轻敌有什么？你就说你认为老共搞个演习要花70天准备，他24小时随时可以动员了，他干嘛要花70小时？演习还是要花70小时？那你未免把他看得太不堪一击了，这个意思他说他们是随时24小时待命，随时出征打仗所以呢，这个我国安人士太轻敌了就觉得他要搞70天搞这么个演习。那另外呢，接种也说，你国安人员就是编故事要会看图说故事嘛，你看看图来说故事，你现在是乱讲一通就要夸大。讲的好像哇，这个赖清德出访多重要，老共多么这个会报复或等等之类的而且呢，张静也质疑说呢，也没有什么空域保留区因为他们说老共有7个空域保留区，一个离金门很近，一个离马祖很近等等等等前后的长度1000公里。那张静说也没有这个东西所以联合报就有一个评论叫做黔驴身居高位。而不知其余才是真正国安危机。其实你国安危机这些人黔驴技穷你还不知道你自己愚笨，还觉得自己很聪明，耍弄各种聪明你这个东西是国安危机。国安的人员不应该这样子，要很冷静然后呢，赖政府又捏造说联合利剑溪，就是老共要搞个联合利剑溪演习了。美国第2天就说没有了，老共这个演习不是为了赖清德出访。而且赖清德这出访也没什么重要的国家嘛，所以在这种也没真的入境美国这不过境而已。在这种情况之下，老共当然另外一点就是，当你国安当然我非要这样讲，说要搞个利剑溪，老共就是说我不随你去，我就不搞了。什么原因我们不知道，反正这次老共也很低调。我们看一下。对准目标，阿帕奇直升机发射火箭弹，一连3天联勇操演，而对岸同时也秀肌肉。大陆官媒《人民日报》抛出多张北部战区日前海军编队演训画面，虽没说明时间，但对岸才宣布7处空域保留区。国防部也说军舰数量非常惊人。法新社引述台湾国安高层说法，这是1996年台海危机以来最大规模海上军事行动。但路透社引述美国军方官员说，共军部署有增加，但跟过去演习规模一致。解放军的部署跟赖清德出访没关系。国安单位，我觉得尽量要少做一些在旁边做一些政治性的一些揣测，否则当真正有重大危机的时候，民众已经很难做判断。但这么大规模船舰，国防部公布讯息却很有限。12号公布解放军动态，侦获大陆军机34架次，军舰16艘次，可航机图都只限军机。相较之下，日本防卫省公布的讯息不只有军机讯息，同时还有船舰航机图。马英九基金会执行长萧旭晨就直言，目标都锁定赖政府。军舰暴增是不是演习？对岸没松口，倒是台湾绷紧神经，不怕1万，只怕万一。是怎么看？是，我想这个中共的演习那当然我们也确实看到，就是这几年来他的这个中共演习，这个通常都是要要大肆的宣扬啦。好，那昨天也确实看到，这个无论是这个派出的这个机队，但这个情况，其实我想也不是针对特别的案例了因为我看到都说，不只是在这个现在的赖政府、过去的小英政府、之前的这个马英九总统的时期，其实中共对于台湾的军演，其实都是一定规模，甚至过去在马英九的时期，2015年的时候，就曾经有媒体
就是透露出来是说，这个中共的军演是把这个台湾的总统府的这个直接搬到他们那个演习的现场，做的就是要这个斩首式的演习的行动。那所以我认为，无论在台湾，我们希望积极的拓展我们的外交的关系。那特别赖总统上来，也希望透过他自己亲自的出访，再去彰显说我们对于外交的重视。那当然，同时也不避讳的，就是一定会受到这个中共一定会多多少少都会有所表示。那不过这次这个美方这个当然也会出来讲说。这个都要克制，他也不要把这种赖总统的这个出访作为这个军事演习的借口，其实这都不必，那也都不需要。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次这个中共演习有，但是听起来中共在这次的发布的讯息上面都是小很多啦。好，那我认为台湾坐在这个第一岛链，无论是中共的局势，或者我们刚才讨论这个韩国局势，我们都要持续而且非常积极的来关心。那刚才讲到，我其实很赞同是说，刚才讲到韩国的戒严。我其实认为那个对于台湾各个年龄层的世代都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震撼。过去老一辈有那个戒严的这个印象，大家觉得不可思议。对于年轻世代说，那不是过去是在书上看到的，怎么现在会出现？所以民进党，我相信我们民进党的这个始终的立场就是，我们积极的关心国际上面发生的大小事情，特别是我们的亚洲的邻国。但我们绝对是坚持民主的道路啊。不过刚才讲到尹薛，我觉得因为我自己是幕僚出身我觉得他的所有的判断是非常非常的特别。我先讲一下，因为他是素人，他光是考那个检察官，他考了9次。那他那个时候上任的时候当选的时候，他连1%都没有赢。他赢0.8%，所以他在那个情况之下，他连光是上任，其实就大家对于他的行事作风都有非常多的这个争议。这样子的政治的判断，从决策到事后到现在的这个所有的这个作为对外的发表，我其实觉得已经不是荒腔走板了。我真的很好奇，他在旁边为他出谋划策的，可能只剩他自己而已。来，香龙。演员又很年轻，所以我觉得最近常常听到大家把南韩的戒严跟台湾国民政府早期的戒严做一个比较，仿佛那是不可思议的。解除戒严的同时，动员戡乱时期还没有结束啊，因此是在动员戡乱时期到李登辉才结束的情况下面，到蒋经国就已经解除戒严。回想那个时空，全世界风雨飘摇，政变的、暗杀的、战争，到处都是。1958年都还在金门炮战，随时呢彼此之间呢都还在互相的在做军事上的攻击。那个环境当中戒严有什么不对？今天韩国如果面临到的是一个呢朝鲜正在呢对他呢进行某种军事上的试探攻击，不管是天安舰或者是延坪岛，我相信今天尹薛戒严突然间呢就变得名正言顺。韩国此刻的戒严荒腔走板，但是对照于当初呢国民政府的戒严，那是完全2个不同的时空。不要被民进党的那种的独化的思维，就时空错置之后呢给洗脑了。第二个就是说，这一次的军演是有很严重后遗症的，就是我如果用个简单的标题，就是中国大军演，但中国不知道，台湾只知道，但是他不知道，他一直觉得很困惑，说真的吗？是我吗？然后美国说不是你，那是谁呢？因为大家都说我在大军演啊。请问你就是我看到了一些的专家们陆续出来质疑这件事情，虽然时间晚了，可是那个质疑是对的。请问你，如果说是针对台湾的军演，2个航母战斗群在哪里？你知不知道？就是它的山东舰跟不要说福建舰还没有战斗力，它的山东舰跟辽宁舰都在它的港口里面了。山东舰一样呢，在海南，它的辽宁舰仍然在它的青岛的保障基地里面没有出来。那你说航母战斗群没有出来，那样子呢？围岛军演一定会有一个标准的动作呢，就是反介入，它一定会在台湾东侧海域300公里的地方呢摆一个航母战斗群。像你上次看到联合利剑 B， 联合利剑 B 的时候呢，他已经告诉你哪里需要70天的时间。我早上5点钟宣布，我8点钟不到，你睡觉还没有起来，还在上班的路上，他已经到你家门口。你认为他可能会演个几天？错，他当天傍晚5点钟宣布就结束了。
同时那天联合利剑 B 的时候，习近平呢是在东部战区的，这次都没有，这次习近平也在北京啊，在见客啊。你说航母战斗群没有出来，我再问第二个，请问呢，这特别针对呢台湾而需要的071、075的2栖攻击舰这种小航母有没有动？都没有啊，在这次呢台湾周围海域所有的搜寻范围里面都没有。换句话说呢，你所有动员的，就是说呢，解放军的船舰，对，可能呢，你的监控范围，你告诉大家说，他动了60艘的军舰，60艘的军舰，你的搜索范围有多大？在过去啊，台湾的国防部每天公布的解放军的海空军的这些呢统计，你说今天呢有多少架的战机过来，有多少架的船舰过来？他说你过来哪里？过去我们都只针对台湾的防空识别区跟台湾24海里海域的周围的这些呢数字把它算进来。可是你知道这一次我们的国安高层已经把日本、把菲律宾海全部都算进去，你知道那个范围已经是第一岛链跟，或者说你把第一岛链跟第二岛链范围之内的所有的解放军的海空军全部都算在里面，凑出了60艘。好，那美国已经告诉你说呢，这不是针对呢赖清德的，就是说呢到南太平洋访问来的，这很合理。当然就不是，可是重点来，那请问国安高层是谁一直在放话还加码？当美国讲话的时候，还要再补一句说，因为北京不好意思承认，他说不出口。北京省什么时候说不出口过？他过去的几次的军演，他一定有一个清楚的标题：2024联合利剑 A， 联合利剑 B。当我 A 跟 B 都已经有的时候，加个 C， 我会不好意思吗？但是你看到他这次根本就没有任何的标题。第二个，它的7块的狗皮膏药，你有没有看一下那狗皮膏药贴烂？狗皮膏药没有1块呢是贴在台湾的周围的，连海峡中线都没有过啊！我还以为我们的国安高层会出来呢，跟大陆解放军呢致意说，你终于呢尊重我们的海峡中线。它全部的7块狗皮膏药都在海峡中线以西的地方，那个呢一定是有特殊含义的，但是跟台湾呢一定是没有关系的。那美国跟日本现在搞不懂的，人家其实一直在质疑我们军方的。台湾的媒体到今天为止没有告诉我们那个国安高层是谁。国安会看起来呢跑在前面，国防部跟国安局，包括蔡明佑，包括国防部在背后呢背书。我说国安会胡言乱语，但是呢我们的呢国防部呢虚与委蛇，大家呢就已经演戏都不知道演到哪里去，连剧本都没有了。美国跟日本现在在高度怀疑我们的情报的判断能力，可是这个国安高层，国安会呢副秘书长3个，秘书长是吴钊燮，总不至于是吴钊燮放话吧？如果不是吴钊燮，副秘书长3个我们知道有一个徐世俭是负责外交的，有一个刘德金呢中将呢是负责军务的，还有一个呢专门负责台海安全的那个叫做林非凡。是林非凡在放话吗？是太阳花呢在主导这件事情吗？我不知道，我只是说从这3个人的职务分工里面，谁在负责两岸台海安全的那个人是最有可能放话的。而到现在为止，就像是呢民进党的在立法院党团那个小编，到今天为止我们不知道那小编是谁，到今天为止我们不知道放话的这个国安高层是谁。可是2个礼拜的时间，2个捅出大篓子，民进党到底在袒护谁？大家不知道的是，如果一个不具名的国安高层可以让美国、日本都需要拿来问你说到底是谁？我们觉得没有的事情，为什么你一直说有？连北京都说我没有，北京说他没有说他没有，他只是根本就懒得理你。但是这些呢所造成的风波的风险，远远比戒严与否要来得更严重。我看不懂，但是我觉得现在的政府体系的安全部门出了大问题。基本上就是为什么国安单位要夸张？因为我觉得美国态度在转变。美国之前呢，那些大官一直讲说，老共马上要打了，不是明年打就后年打，记得吗？川普这次跟习近平通话没有提台湾了，而且被记者逼3次都不愿意讲说要怎么这个保卫台湾。注意到美国国防部长最近说吗？他说台海我看不出来目前会打仗啊，我看不出来有那个什么急迫性啊，老共也没有急迫性的，整个态度调子是转变的，这是一个。这个香农说台湾说大陆在一起，大陆搞不清楚，好像这个跟那个北韩一样啊。对啊，金正恩一定很奇怪，说奇怪我放几颗气球，居然就变成他要戒严的理由了。北韩1个礼拜都没讲话，他也搞不清楚怎么回事。看看我们南韩兄弟到底怎么回事。休息一下再回来。他要检查他的气。
好，双城论坛到底呢一直我们昨天一直在等，说后来说下午陆委会4点要开会开记者会宣布开会之前，有人认为他可能就是不让你办了，说最近的老共演习那么严重等等的，两岸关系气氛不好，他就说可以办，但就很多条件，还要看最近老共的表现如何，现在还剩4天嘛，中间如果老共又军演啦，或者加强军演啦，等等呢，因为气氛不好，那就不用见面了，相见不如不见啊。那这个说蒋万安能不能决定呢？台北市政府说准驳权在中央也不是说我说要办就办了，因为两岸政策呢，这个权力还是在中央所以蒋万安也不能说一定办或一定不办那梁文杰是说，如果两岸台海情势呢恶化，就要喊停那别人叫什么叫恶化呢？他说不用单一指标到时候我们会告诉你的好几个指标，但是台北市政府说呢，说还有变数，那不是说准你办了吗？他说还没有收到补件名单因为他现在本来要来102个，哪些可以哪些不可以，台北市政府也不知道然后呢，这个哪些人要补件，说可能证件他的这个资料不足等等呢，也不知道，剩下4天嘞，拜托你也尊重一下客人嘛，对不对？那些客人也不知道要不要来到底要准备机票不准备机票，到底要不要跟家人讲说我要去这个台湾2天，通通不讲，这个东西也不是什么机密名单已经给你了，你说这些人不能来，为什么原因？这些人要补什么件等等之类的，压到现在也不讲压到最后，这是我不懂你什么意思这个有什么意思呢？这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是怎样呢？是给老共什么教训呢？还是怎样？我完全看不出来我们看一下。立场很坚定，双城论坛要办下去。台北市长蒋万安在向陆委会公开喊话。我目前还没有收到陆委会对于访团成员要补件的公文。随时延后的这个说法，是不是之前也没有跟你们谈过？我们是昨天也才知道这样的事情。那相关的定义还有范围，确实需要等陆委会有进一步的说明。因为陆委会同意是同意，却又设下但书，若中共军事施压严重，要配合中央随时延后。102位访团有人没补件就无法成行，只是谁补件随时延后的标准又在哪？我们绝对尽到最大的善意。如果不得已做了决定，也是由中央政府来负责，请台北市政府不要担心。双城论坛能否顺利成行，全靠中央自己定义，也增添不少变数。那竹慧，台北市议员怎么看？当然，我从在台北市政府的时候8年了，我都是双城论坛的窗口。所以，我当然对于双城论坛的举办的必要性跟功能我是持很正面的态度如果你双城论坛第一个今年拖到12月，又拖到12月中一旦耽误，就很容易被陆委会找到机会去阻挠跟暂搁现在果然成真所以我真的很担心持续办了15年的双城论坛在今年会出现变化那民进党一直以说两岸的气氛不佳要去停止这个双城论坛，我觉得这是不合理的。我们看到大陆跟美国、中美，这从川普的第1任到现在，中美之间竞争也是一直都很激烈，可是他们有没有交流？有而且他们的交流的层级高不高？高他们从来没有停止交流谈判，为什么？你竞争归竞争，交流归交流，你不能够完全都不交流，完全都不对话嘛。善意的交流、正面的交流，你还是要持续的你总不能真的走到哪一天不断的从言语的这个对骂，走到哪一天真的变成行动的对立跟兵戎相见嘛所以我不知道说民进党为什么要逼着大家跟他一起去仇中跟反中我们没有要亲中，或者是要像民进党说的舔共没有。双城论坛一直都是一个对等交流那民进党议员一直说，哎呀，层级不对等我们去年是市长去，他们今年怎么会是副市长来？首先我要先说这个副市长是常委副市长大家知道大陆的体制还是以党领政，他是7个副市长里面唯一一个入常的常委副市长，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民进党凭什么要求人家对等？
人家上海市政府是用什么样高规格在接待蒋万安、柯文哲、郝龙斌？你民进党敢不敢保证说，只要上海市长来，我同样热烈欢迎高规格接待？你不是嘛？你来你就给人家包围抗议丢石头，所以人家如果说同样高规格的市长来是来给你羞辱的，人家上海市民要怎么看？人家也要跟自己的市民交代，人家市民也会想，为什么我们的市长要过去台湾给人家羞辱呢？人家也有自己的民间压力嘛。所以在要求对等层级的同时，民进党反求诸己，你有没有礼貌？你有没有热情？你有没有对等要去欢迎接待人家？如果没有的话，你一手不想办，你一手说，你要来你就给我层级来高一点。你不会觉得你自己很神经分裂吗？所以我还是要呼吁啦，梁文杰，你以前也是台北市议员，你以前也跟我过去上海过，那你今天就不要换了位置换了脑袋。你以前到上海去，你也享受了上海政府对你的热情跟高规格的接待嘛？那你今天为什么要去否定双城论坛的这个的交流的目的呢？那你觉得？我是觉得民进党已经把自己的人是绑手绑脚，把自己捆绑在一起了。因为你看，你某个程度看呢，这个赖清德他不断的在一些有演说重要的演说当中，试图去释放出一些善意，不管你是要博取对岸的，我想他最有是要博取美国的一些信任了啊。他甚至还讲到说，最近不是在讲吗？什么握紧拳头不如张开双手，你张开双手，然后呢，张开双手就是要。打人家两个问题不要来啪啪啪打几个巴掌，是这个意思吗？所以我就说，对他来说，他已经其实坦白讲，我觉得到目前的局势来说，刚刚赵健也特别提到，我觉得中美台的局势确实是在变。川普对于两岸之间，过去的很明显的是拜登希望两岸之间，他运用一些呢情绪升高的状况，然后呢把台湾当棋子，把台湾当筹码，逼使中国大陆做出一些让步也好，或者说给他更多的理由对这个中国大陆进行围堵也好。但是很显然的，川普上来之后，他打算跟对岸，我认为他有打算一些 negotiate， 就有一些谈判，有一些生意想要去做。所以呢，他其实最好就是你台湾不要给我惹麻烦。所以他现在最怕的或者最不放心的，就当然也包括中国大陆对于赖清德的不信任，就是说你最好不要当一个 trouble maker。所以在这样的状况底下，我觉得对于赖清德来说，其实某个程度来说，川普要他做什么事情呢？就是乖乖的。我认为这个讯息其实蛮清楚的。但是回过头来，我觉得对于赖清德来说，他显然的，就怎么讲？他一方面本身的个性斗鸡性格，二方面你要怎么样子乖乖的，怎么样子对于对岸之间他能够去放？我觉得他似乎也想要去证明说，反正主导权在我手上。刚刚赵先生在问说，他到底这样子干嘛呢？我觉得他证明我是老大啊。这边两岸之间不是你说了算，是我说了算。那问题是我们事实上能够卡的东西并不多，所以你就会发现那些就卡一些你真的觉得很枝微末节、很无聊的事情。马龙来也想卡，这个先前的话，什么金马奖的时候也想卡，胡歌来也想卡，就是你会觉得。很多一些其实只不过是民间交流，他都把它伸张，或者把它这个拉高到一些好像呢进行多严重的意识形态的什么样子一个政治当中的攻防，好像只要人来了我们就被统战了。你说这个两岸之间的这个双城论坛，我当然觉得它是一个象征性的，15年来都这个样子。但你说实在话，它有多严重的政治吗？他们谈了什么吗？我其实有一些时候我也觉得。反过来讲，对蒋万安来说，如果他这次办成功了，我觉得是不是可以有一些更具体的，让老百姓觉得说，可能不只是一个两岸之间的大拜拜，一个象征性的状况而已，能够有一些更实质的。所以我觉得对于赖清德来说，你就卡这个双城论坛到底意义在哪里？就你卡一个双方之间不过是一个象征性的交流，对他来说，我觉得一点好处都没有。反过来说，我觉得两岸之间，如果你真的说要张开双手，你不要握紧拳头，我觉得最实质的部分就是两岸的观光交流。我觉得这个部分就是你牺牲了台湾人，不管是做生意的，或是一些经济往来的一些民生的一些利益，为了只是去碎你的意识形态本身的这样的一个想法，我觉得这个才是真正让台湾人民付出更大的代价。所以坦白讲，说到这样子，这个问题上面卡这样子，真的很没意思啦。就鸡肠鸟肚，真的心胸狭窄，碎碎，就是在这种小地方很无聊嘛。你要不然就不准来，本来你就是老大嘛，说不准就是不准啊。准就干干脆脆，让大家情绪比较好。准，然后又加了一堆弹书所以坑坑乎气小灾。还有另外一个刚刚传来的新闻，就是川普邀请习近平参加他的就职典礼。
通常啊，这个美国总统就职啊，不会邀请外国的元首的，都是邀请外交官，就是在美国外交官，因为就职其实也没什么特别了不起，就是个就职嘛。哦，但是呢，他特别邀请习近平，那习近平会不会去？现在不知道。哦，到底中美情况会怎么样？那川普为什么出这一招，也是以前从来没有见过的。休息一下再回来。